见过三公主。程娘子，又见面了。听闻十一郎去你家下聘了，你便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的十一郎吧？敢问三公主，何为勾引？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叫你大话，你竟敢违上！来人，掌嘴！住手！洛娘子辛苦，我有话要与三公主讲，还请屏退左右。他说你什么了？我听说他狐媚脚快，昨日还连累你伤了腿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子少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后悔，你过去待我很好，可我年少时不懂怎样才是好郎君。你可还记得，我儿时半夜心悸，是你连夜叩开宫门，让父皇赐下侍医。是矣。所以你今日就以羞辱吾父来回报我吧。那些辱没宗室门楣的话，还请三公主不要再说。圣上恩赐抚育我长大，他夜以继日地为国事操劳，可他的女儿却不知廉耻的敛财，全然不顾其父的脸面。儿时之事，大可不必再提。现如今的我，对你已是厌恶至极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还没那么厚颜无耻，只怕你将来不要后悔。在下今年21岁，从小到大，圣上不知催促过我多少次早日成亲。可直到前些时日，我遇见了少商，才动了婚配的心思。子胜此生，除他以外，再无旁人。林将军，腿还伤着呢，走这么快也不怕伤上加伤啊？嗯？昨日还对我冷言冷语，怎么今日就知道关心我了？谁关心你了？我们好歹是未婚夫妻，我是怕没有照顾好你，圣上迁怒于我。听着，我知道你嫌弃我处处约束于你，处处压迫于你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不可能放你走。你就像观中供奉的神像，受人敬畏膜拜。如今神像要与我成婚，还要跟我一起同吃同住，就不允许我犹豫一番吗？你这人就是如此，志足以居谏，言足以是非。这话我听懂了。阿母也常这么夸我，看来你们是同类人。你大可以对我冷嘲热讽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尽兴。少商，我认准了你，那往后只能是你。你要是想退婚，
大可去圣上面前退。这个婚，我凌不疑绝对不退，即便圣上重罚，我也不退。谁说我要退？你想吃，便吃。今日这里行的还算可以啊。你告诉朕，日后该如何成为子胜的妻子啊？得先成婚。完了。回禀陛下，臣女愚钝，不知陛下之意，方才妄言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朕问你，你礼仪粗疏，才学不显，可子胜呢，国之栋梁，朕视其如亲儿一般。你觉得你自己和他般配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孙医官刚才还说你的腿上又加重了，你不好好回去休息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子胜前来，就是想同心腹一起听听，陛下究竟想问什么。哎呀，那好，你腿上就别跪了，坐着说啊。你也坐着，都坐着，好不好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坐吧。说吧。陛下明鉴，臣女阿父阿母在臣女襁褓之时，便出了都城去征战，家中只留下了年迈话多的大母，还有并不贤良的二叔母。这些年，臣女识得的字不超过100字，识得的书卷
不曾看过书卷。如今阿发母回来了，就是觉得臣女过于粗鄙不堪，所以才教了一些书文。林将军是武将，我想林将军定是不喜欢学问太高的女娘。全都城里，就我没有学问，想必还是比较般配。胡说八道！子胜，学富五车啊，怎么就配不上那些高学问的女娘了？啊，对，陛下说的对，我也是如此想的。若是以前，我能知道日后林将军会亲眼于我，我定会日夜苦读，冬夏不辍。可如今不是也没有机会了？陛下，少商年纪虽小，但却如此谦逊自知，不卑不亢。子胜就喜欢他这样的。孔夫子云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”难得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懂这个道理。你不要允，程氏，这婚事啊，既然已经定下了，你日后呢，就应该多想想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在这里自轻自贬。倘若如你所说的真的如此不堪，那娶你的子胜又算什么呢？如今子胜在外立府，一言一行颇受关注啊。你作为他的心腹，将来里外操持，更要谨慎周全呐。万一有什么差错，丢的是子胜的颜面。所以呀，你来皇后宫中聆讯吧。须得加倍用心勤勉，莫以自谦之名行推诿之实啊。至于细则，那就听皇后吩咐便是了。啊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要说了吧？啊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今日难得有空。陛下，臣女今日想告一个人的状，不知可否？嘿，你胆子真大！这才面圣3回，就敢告御状了？你可知，谏言出告是大事，稍有不慎就是重罪。陛下所说的朝廷大事我不懂，不过我今日要告的是小儿女之事。然虽是小儿女之事，但天下若干大事，都是以小儿女之事引起的。林将军常说陛下宽厚，视若为亲父，所以今日我斗胆，也视陛下为长辈。也不知合不合礼数。若是不合礼数的话，我便就不说了。哎，和。说。臣女今日要告的，是车骑将军王纯之女王琳，告她言行无状，在娄家婚宴之上诽谤于我。啊？铸币权之事，我自会寻机会去说。那洪大人允我之事呢？可曾关照妥帖了？文修君放心，小王爷产业在寿春境内，我家家主一定会护他安然无忧。但索要属币铸币权，并非小事，文修君可得小心斟酌言辞，稍有不慎，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区区铸币权而已。乾安王府虽无往日的风光，但是对皇后的恩情尚在。她宣誓流落我家，若非我阿父把她送与当今的圣上为妻，
他何来今日的母仪天下？我阿父更为了文氏的江山，命丧疆场。这些薄面，我还是要的。如此甚好。此乃小王爷托我给夫人带来的家书。家主深知此事令文修君为难，然小王爷生活艰难，多年不治新衣，捉襟见肘，为勉强度日，只能过午不食，闭门不出。小王爷真是无奈，才不得不提出非分要求。如今朝廷归文氏，普天之下姓文者得贵。若非前安老王爷去世的早，小王爷何至于窝在寿春苟活？天下本该是我前安文氏的，可偏偏我们姐弟却活得如此辛苦。阿母，阿父让我来寻你说。阿母，那间有客人吗？阿母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进来也不敲门，还不给我退下！慢着！这便是女公子吧？果真是位如花似玉的小女娘啊！区区见面礼，女公子莫要嫌弃。女公子急忌了吧？说来，家主夫人去世已有一载，灵儿尚幼，我和将军还想留她在闺中多些日子。再说，彭大人的年纪与我夫君相仿，怎好隔辈娶亲呢？年纪大有什么关系？知冷知热，会疼人呐。彭大人的喘疾还很严重吧？他这副身体，何必苦苦想着娶新妇呢？文修君切莫忘了，我家家主是为谁落得身体残疾？若非当年我家家主不顾瘴气，将老乾安王背回，怎会落得自身残疾？这些年未有子嗣，也是因此而来。此恩，天下人可以忘。文修君，切莫忘记在是。我自不会忘。我会在都城帮冯大人寻觅新妇，唯灵儿不行。小王爷人困寿春，难免会思念亲人。若能常见到亲生女，心中也许会宽慰。我家家主与小王爷虽是异姓兄弟，终究亲密有间。若能联姻，那就是割不断的血脉亲人，岂不会为小王爷驱使？
你与王娘子之间不过是些口舌琐事，何必拿到陛下和皇后跟前说呢？徒扰帝后清静。陛下和皇后视子慎为亲子，也就是我们的长辈，这种家事，自然要与家长说。单说无妨。那日，王娘子与另几个小娘子当众指责我狐媚做作，卖弄柔弱。吾还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些争锋妒忌之言。敢问太子殿下一句：若臣女当真是狐媚做作，那受臣女蛊惑的林将军，算是什么？给我们赐婚的陛下又算是什么？若此状我不告，那林将军岂不是要担上一个耽于美色、受人蛊惑的名声？陛下，我与王娘子的确是口舌纠纷，但陛下也知道，然3寸之舌，仍可坏事乱国。陛下的家事就是国事，家事不宁，国事不安。于家于国，此状我都是要告的。我其实也不想一直抓着王娘子的错事不放，只是这王娘子对子慎一直颇为执着。若此事我又忍了，她便还会对我纠缠不休。若是犯了更大的错，那岂不是小事化大？如今我告了她，就是大事化小。少商说的没错，自从子胜和少商定亲之后，这阿玲在人前人后多少次愤愤不满，一劲地说少商配不上子胜，这些我都有听说。你说是不是？妾也略有耳闻，在都城众多迷恋十一郎的女娘中，王玲也算是有名的。哼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这怪谁呢？不过呢，这阿玲啊，的确需要好好的教导一番啊，免得日后再生出更大的祸事来。这就让曹成跑一趟车骑将军府吧。少商，余与陛下商议过了，你既要嫁与子胜，自是不能半点不失宫中规矩。不若接下来这段时日，你就住在长秋宫里，余也好慢慢教导你这宫中的礼仪规矩。可是什么？皇后亲自教导你，莫非你还不乐意啊？陛下，皇后，许灵侯夫妇在外征战10余年不曾归家，少商自幼与父母聚少离多，待他与臣成婚后，更是难以承欢膝下。少商舍不得父母家人，臣亦舍不得他受这离别之苦。臣认为，不如就让少商住在家中，每日由臣送他来长秋宫学习规矩便可。哎呦，亲自接送啊！子申觉得不辛苦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按陛下的意思，子申每日辰时之前送少商至长秋宫里，申时末出宫回家，每旬休1日，如何？是。舅父都带得，你为何带不得？程少商嫁与林不疑，我却要下选这蛮荒之地，凭什么呀？他本就瞧我不起，两相对比，岂不是更会嘲讽我？不过是个君父之女，值得你这般在意吗？你若是嫁给彭坤大人，天下谁敢笑你？
彭大人是我们乾安王族的恩人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我不要，阿父，阿父，我要嫁出寿春，再想见阿父就千难万难了。阿父，你可忍心啊！夫人，你我婚后只得此女，怎么嫁去寿春，嫁给彭坤受苦啊？我母族乾安王的祖宗基业都在寿春，以我幼弟现在的能量，东山再起不过虚也。到时候，全天下的女人都会艳羡我们女儿嫁到了寿春，这区区都城算什么？舅父要当真有本事，就不会窝在寿春受血于彭坤这么多年。放肆！我们乾安王族不过是一时虎落平阳罢了。当年如果我们没有乾安王族，当今圣上又岂能得百万雄兵，收平立地余孽？就连皇后也不过是嚷着我们家的收留，才能苟延残喘到今日。我族子孙为天下捐躯，现在就剩下你舅父一个人了，全天下都欠我们温家的，你们王家人没有资格嫌弃。阿母，可是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若不是我乾安王族在我阿父去世之后落魄，我怎么会和你们成为一家人？曹常侍携圣上口谕到。王夫人，还请跪下领圣上的口谕。身为乾安王族后人，岂能给一个阉人下？王夫人，您这是对圣上的不敬啊！放手！圣上说，皇室女灵，得蒙祖荫，性交行户，如娄氏婚，抵程氏女，车骑将军王纯，失管少教，致其无礼无度，失德失责，念及宗亲，则妇女自省，以儆效尤。王夫人，谢恩吧。夫人这般做什么？灵儿有错，只管约束管教，你可当众动手。素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你身上淌着我乾安王族的血，谁要是欺你如母，你大可打回去。平日里你可以跋扈，可以嚣张，可以目中无人，但是不能像今天这样丢人。圣上居然为了个军户之女这么为难，那宣氏也不拦着。当
若不是我跟圣上同宗，便是我做皇后，轮不上他宣圣安。走，我带你进宫找他宣礼去。进宫。可圣上勒令我说，居家反省，你应该是抗旨。圣上我都不怕。我怕，我们王室都怕。你们一个个都怕，骗我不服！这是什么味道？此乃宫中新调安息香，你喜欢怎样的气味儿，只管说来。日后你在宫中学习，可在此处小憩。皇后特意将此处收拾出来，就为了给臣女武器用的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！女儿家要娇养，你离家来到宫中，在余座下学习规矩，本就委屈你了。若不能令你安心无忧，岂不是对不起日夜挂念你的父母吗？你瞧瞧，还需要添置何物？只管说来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子慎说，你喜欢琢磨工匠图纸。余命宅坳在此处安放了一条长案，专门让你用来画图纸用的。皇后，其实在家我阿母也不曾这么对我，所以皇后不必劳烦这些的。你阿母是上过战场的女将军，杀伐果断，教导孩子难免严厉些。我方在圣上面前告了你外甥女的状，皇后不怪我吗？不怪。是因为我是林将军的未来心腹，所以你爱屋及乌？也不全然是。能让子慎心仪的女人，与自然心怀好奇与喜爱，又听闻你幼时生存不易，如今还能如此乖巧懂事，于从心底越发想对你好些，再好些。我何时乖巧懂事过？方才告了王林的状，估计已经给皇后惹了天大的麻烦了。灵儿自幼前安王府母族撑腰，自幼所受委屈和轻慢并不多，而你则不同。你自幼不在父母身边长大，受尽大母婶娘搓磨，余也曾身处一模一样的境地，深知生存不易，难免会怜惜你，偏爱你。就算是有些许的言语无状，也不觉得被冒犯。你可懂于偏疼你的心？谢谢皇后，受伤懂了。今日你告了王林一状，不只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吧？你分明就是在试皇后与圣上究竟待你如何，投石问路罢了。我日后是要在皇后手下讨生活的，若是不知己知彼，如何才能百战不殆？那你可看清楚了，
皇后的脾性。皇后当真是个极好极好的人，哪怕她告知我，是因同情我幼时遭遇才会偏心于我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难看。你可知那种被人偏爱的滋味？可皇后尚不知我人品，就对我如此照讽。皇后心可真软。有时心肠过软，并非是好事。为何这么说？日后，你若是想知道皇后与身上的脾性，大可直接问我，不要拿自己冒险了。可我也要让他们趁机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。我生平最不喜欢风来随风倒，雨落顺水流之人，哪怕是死在奋力搏杀之中，我也不想坐以待毙，束手无策。那你可有听说关于我的故事？我就是在长秋宫里长大的。所以呢？你真的想知晓我是个怎样的人吗？你是个怎样的人？随我来。哎，你的腿！对不起，当真是跑不动了。哎。小时候，我经常驻足在此，来看这万家灯火，星光灿烂。那时的我，还没有这墙垛高，想要看，还得爬到这墙垛上面。彼时我便渴望，这璀璨灯火中，若是能有一盏莹莹之光，是真正属于我的，那便好了。那还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当真不容易。娘娘，你可知我为何从军啊？我听闻，是你自小崇拜你舅父霍将军。我从军，一来望报答圣上对我的抚育之恩，二来望自己身处沙场，能够永远守护这背后的人间星河。怎么了？凑近点，能看得清些。看什么呢？看你眼里的星光啊。那就再近一点，看得更清楚。什么看得更清楚？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。啊？那便是你。哎，有人在此。有人来了，赶紧走。走什么走？林将军，你们方才看见什么了吗？属下什么也没看见。没看见啊？那便再看一次。
你怎么如此模样？莫非圣上因你害得灵不疑坠马，要抄我们城市啊？那咱们是不是要赶紧收拾细软，连夜奔逃啊？圣上才没有怪罪我呢。那你怎么一副受惊模样，还脸红脖子粗的？你说我脸红也就罢了，你说一个小女娘脖子粗，脖子粗算哪门子事儿啊？我是因为明日要进宫去学规矩了，心中难免有些紧张罢了。你明日开始要进宫学规矩了，太好了。我是说，太不幸了，每日临训不着家，也太惨了。你且多保重，我先去睡了。又作甚？慈兄，你可曾被人亲过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可是不能说，听到没？我当然不会说了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哎，咦，可是要瞒住阿父阿母也并非易事。这阿母目光如炬，要是让他知道，不想死就不能说。对，说了必死无疑。你不漏，我不漏。好妹妹，够义气。慈兄，你可曾被人亲过？他为何要捂嘴？谁能看得更清楚？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，那便是你。
女公子，女公子，这都辰时了，还不起呢？女公子，赶紧起了！女公子，快些起！林将军的马车已在外头候着了。今日你要进宫，公皇后学规矩，可不能迟了。女公子，起来啦！女公子但凡学功课，夜间必定睡不好。幸亏奴婢早有准备。莲芳，你现在倒是越来越细致了。你真是怕我早起没有用饭，怕我饿着肚子去学习，背下这些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些是用来给女公子补脑的，不然天黑了也回不来呀。阿兄，为何我们要起这么早呀？昨夜少主公顶着月光溜达半宿，我一直跟在身边不能睡，太困。这不是少主公第一次亲小女娘吗？兴奋。你将来也一样。我为了偷懒睡懒觉，我可以一辈子不亲小女娘。那你可别做梦了，将来咱们都得早起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放心不下他家心腹啊。救命！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礼，履也，所以是神至福也。以色公仪正，以使各得其序也。故有拜与荣，称以为仪，礼之备矣。女公子，起来啦！损豫章以剖之，从法度以成之。乘法度以从之。鞭，竹豆也，食以早粟。
开了。浩浩，这是我设计的机关。我善诗文典籍，你善机关之术。看，这是我造的。每个人都有自身擅长之事。这是我做的一个伞舞。别人不会的，你会；别人会的，我慢慢教你，你不日也会。宜卧冠之气。宜卧冠之气。你不必自卑，大可昂起头自处。你比他们差在何处？我不只会机关之术，趁你还会别的。皇后可想知道？哎呦，程娘子！哎呀，程娘子，你太荒唐了，怎敢在皇后身上踩踏呢？我在给皇后开背呢。皇后说她腰背不适，此方法可以放松筋骨，让其不是拧在一处。您问皇后可有好些？确实松快许多。想不到少商君还有此等本事。放轻松，少商妹妹，嗲儿也教教我，我也学上一学。洛娘子学来可是为了嫁去西北服侍夫君用。翟敖可别取笑我，倘若可以，我真想和程娘子一样，留在皇后身边服侍她，好过远嫁西北与家人分离。说起来，我真羡慕程娘子有这般的好运气。洛娘子还是第一个说我运气好之人。程娘子能嫁与凌将军这般的少年英雄，不知道羡煞全都城多少女娘。其实洛娘子也不必自怜，贾家在西北也是世家大户，你嫁过去便是当家女君，日子不会差的。休要拦我！圣上既然治我家灵儿的罪，那我殿外是谁在喧哗？一听就是文修君，不知为何而来。哪个文修君？皇后的从表妹文修君，就是你告的王娘子的母亲。那她岂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你若在朝为臣，定是个佞臣。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宫廷禁地，非命召见。他这人怎么说来便来了，这简直就是罪加一等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就是那程家娘子吧？哼，生的容貌倒是好，就是靠这姿色诱惑子胜的吧？哎呀，你这小女娘，进长秋宫才几日，却把皇后这一套拒人门外的做派学得好好的。少商，此处的摆设可真是冷清简陋，看来姨母待你也不过如此。我幼时住在宫里，用的可是清一色的描金漆器，铺的是鲛绡锦缎，点的香是凤溪骨，饮的是……
这杯子是子胜特意派人送来的，不烫手吧？细陶所制，当然比漆器更好，自然不会烫手。哼。啊，还有这个坐垫，也是子胜送来的，他怕我整日跪着学习，双膝受损，特意送了个更软和的过来。这跟家中的还是一模一样的，用着也是习惯。楚少商，少一口一个子胜叫，你不过就是找了个好郎婿，用得着得意成这般？自然是要得意的。我若不得意，你允家阿母怎会如此气得牙痒痒？你不要脸！王娘子，说了你可能会不信，但其实我是喜欢你的。哼，你再示好也晚了。因为你蠢，我喜欢，是因为你够蠢，你一开口就能让人抓着把柄。自我头一次在自家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应该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闭嘴。身上向来厉行节俭，皇后的寝宫我又不是不曾见过，何来你口中的描金漆器、娇敲锦缎？你睁着眼睛说什么大瞎话？你真不怕身上治你一个生活糜费之罪？那些原本就是旧王宫里的陈设，不曾用到国陶。说半天不是你的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出去。谁说不是我的？你可知我前安王族生活用度，本应比这皇宫要更加富足。我外大父乃文氏先祖，前朝重臣，自祖辈起就富甲天下，屯兵过万。皇上本与岳飞青梅竹马，是为了与我外大父联合，才娶了寄养在他家中的皇后。只可惜，自从孤城一战，我外大父过世，我家族才一落千丈，才成了如今这般过气的王族。你倒是护着这个陈家娘子，我一来你就让她避开，怎么？是怕我为了灵儿的事收拾她？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陈家娘子哪里？不学无术，粗鄙不堪。哎呀，有些女人也真是悲哀呀。夫君无爱，儿子无能，儿媳无良，生个女娘还处处无德，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用在个外人身上。妹妹是心中有怨气，所以特意跑来羞辱鱼吗？我可没有怨气，也并非为了王家人来寻你的麻烦。我今日是为了我阿弟小钱安王而来。我幼弟前日留书给我，说是寿春生活清苦，想在蜀地铸些钱花。我们钱安王一脉为了身上当年的基业，死的就只剩下这么一根独苗了。这些个小事，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啊。朝堂之事，余向来是不过问的。妹妹找错人了。什么不过问？你可记得当年我们钱王一族对你的恩典吗？你阿父死了，是我家收养的你。妹妹慎言。什么慎言？你才慎言呢！我以前不跟你计较，你还真以为身为一国之母就这么厉害吗？薛神安，你以为自己如今成了皇后，便可以对我不屑一顾吗？昭，发生何事？皇后与文秀君有些争执，皇后吩咐关闭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怪不得人个个称赞你温良恭俭，我呸！就该让他们都来看看你如今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当年你们母女姐弟依附在我家生活，我待你不薄啊，好吃的好穿的我都分你一半。我阿父母还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连选郎婿都给你挑最好的，位至帝王，这你都忘了吗？舅父待我们的深恩厚德，余永世不敢忘。可是我阿父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家将不娶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他生前势力如山崩塌，
我也只剩下一个幼弟，还被圣上立做个活招牌。现在活着，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。为的就是不让世人说圣上是个寡言恩情之人。娘子，还有你，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。阿嬷，阿嬷，少商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。别装模作样了，皇后要请医官是吧？好啊，不妨打开殿门，喊给所有的人听听，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。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，不让所有人进来吗？少商，你以为皇后是怕你？她是护着你，让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，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？区区一死，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？你不怕死，你来什么长秋宫？你只管去找圣上，去理论，去寻死，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娘，果然是那庶子重义的货色。你们的心倒往一处使，我并不怕死，圣上也不会让我死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？施恩不图回报，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文修君竟然不知。也不知道当初乾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？这乾安老王爷也真是的，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？哦，也对，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，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。你居然敢嘲讽于我！少商不得无礼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，你自然是不能成婚。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，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，才将皇后嫁给圣上。此事，皇后一点都没欠你。雪晨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如此的嘲讽我？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。话是我说的，若你觉得我说了实话冒犯到了你，那实为大错。我这个人粗鄙不堪，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。文修君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陈少商，你以为你是何人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他也不过是个被休弃的疯癫之妇所生。哼，虽然自幼在宫中教养，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啊。子胜的功绩荣耀，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，并非是圣上的偏爱。总比某些人好，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，在长秋宫里撒野。大胆！你不过是个才进宫聆训几日的小女娘，宫中的规矩一知半解，还竟敢来指教我。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。何为天家尊贵？何为庶民卑贱？住手！薛神安，我阿弟要铸币全你不给，我要教训这个蠢婢，你也拦着。我早就知道你就是个忘恩负义、手无抽屉之人。哎，你够了！陛下，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。不必多礼。你有没有事？适才听闻，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，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。可有此事啊？怎么，宣家姑父早亡，我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，养育其儿女，莫非这些恩德，我连说都不能吗？姻亲之间，恩情要如何才能算清？早在最初，文修君祖父曾历大难，在那时候，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，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。此后，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助宣氏，此恩也是报恩。这一来二往，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？陛下，我阿父当年为救孤城捐躯，却有兄弟姐妹几十人四处离散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弟，
今日我是来求皇后诏复一二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如果你有事要走，为何不曾让车骑大将军在朝堂之上提奏啊？哼，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，你就是知道皇后会一再的容忍宽宥你。今日你对皇后不敬，言行逾矩，不失礼数，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妾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不行，治不了，让他说。朕看文修君啊，今天是意犹未尽啊。文修君可选，是留在此处，听候圣上处罚，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？帝后当真没白养你，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奏稿。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，处处维护皇后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，儿女身家的性命，在文修君此处，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。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。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，一向冷心冷情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。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赴驰援孤城，他怎会大节未至便身死？文修君可知，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捷身死？自然知晓。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，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。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，小月侯便告知我父。可惜，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，冒着风险，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，最后失去了性命。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，我阿父才孤独惨死在荒南。若我阿父还在，这天下鹿死谁手，还未尝可知呢。文修君，此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莫被人挑唆了去。你此话何意？小月侯与宣氏向来不和，他所言未必属实，你又何必深信不疑？还有，这些年来圣上对小乾安王已经仁至义尽，他手握铜矿，定然衣食无忧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莫要偏听偏信。小月侯当年因不满圣上娶皇后，一直是老乾安王为眼中刺，怎会那帮好心替他袒露？他巴不得宣氏一族全部死光，岳飞就可做后位。盯死小月侯，继续查。是。我倒是何人被长秋宫撵出来了？原是文修君啊！皇后最是宽厚仁慈，今日怎会不容你这个昔日表姊妹，令得文修君如此羞恼离开呢？我们文宣两家之事，就不劳公主费心了。听闻文修君是为寿春矿铸币事来求皇后的，怎么乾安小王已无米下锅吗？也不知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妄想要铸币之权，穷疯了吗？我刚才说过了，不劳三公主费心。三公主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。